好，预备，开始。我听香香说你现在没有女朋友，他有。陈涵宇，给大家介绍一下我。真无女朋友，后盾。通过此次合作，杨紫和井柏然分别给您留下了怎样的印象呢？杨紫太可爱了，杨紫我第一次，我说我还记得你家有儿女，他说你能不能不提这个啊？因为其实我喜欢她不是从家有儿女，我喜欢她是从香蜜沉沉。然后那天跟大家讲了，我特别喜欢这种表演，就是没那么矫情，没那么较劲儿啊，特别放松，特别真实啊。杨紫的那个小葡萄演得特别好啊，她很适合，她演这个女心理师也非常努力。井柏然第一场戏我就跟导演讲，就跟柯导讲，我说你选得太好了，我说井柏然特别适合这个角色，太放松了，他的戏非常松弛。其实你们看很多戏，包括葛优老师的戏，你看的看似松弛，很多都是前期用了大量的努力，包括对台词的熟悉，信手拈来，他就是我说的。现在已经对心理学有一些了解了，所以您认可演员需要打心脏这个说法吗？因为演员要快进快出，然后演员还要承受很多，现场刨除各种心理压力，假装我没事儿，我不在乎，然后还要演这个角色，所以这个时候挺考验演员的心理素质的。所以很多人说，哎呀，你看他不就上去说2句话，但是这完全不是2句话的事儿。所以真的是要对于年轻演员，真的要宽容一些，他们已经很不容易了，毕竟他们经历的没那么多，还要扛住这些压力。姐姐是拿了爽文女主的剧本吧？2个大佬爱上你的故事，我觉得挺好的。我这生活中不能感受，剧里还不让我感受一下。你行你来呀。莹莹现在不扎人了，但是儿子开始扎针了。我得有同伙吗？我得要帮手吗？挺好的，就是我觉得剧情的发展必须得有一个黑了的，他不黑谁黑啊？王佳他承受得了，让他慢慢黑吧。我觉得王佳的戏不错，王佳很适合这个角色。其实在生活中还挺可爱的，很暖。啥时候和贺顿同框？想看美女贴贴啊！那哪天我跟杨紫说一声。但是他一直挺期待这部戏的，而且他也非常非常努力，我也希望大家能支持他，真的希望大家能支持他，她是一个很好的姑娘。温柔，腹黑，同样是笑，不同的笑。一个肌肉是上扬的，一个肌肉是横着走的。请用3个词来形容赴唐，分别会是什么词呢？开心、彷徨、精彩。人生重要排序分别是什么呢？自由，自由的呼吸，自由的活着。对金明聪和叶继成的感情分别是怎样的呢？你想要的和你不想要的，你推不掉的和你必须要有的。金明聪身上吸引赴唐的地方是什么呢？他就是命中注定吧。赴唐眼中的叶家辉是怎样的？和我一样，希望他是个正常人。塑造赴唐这个角色时，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？就是别把他演成神经病，而且这个人物又是因为他还不完全是双向情感障碍，他还有洁癖症，然后他还被药物过度治疗过，就他其实是一个受害者，所以他还是一个综合性、复杂性的结合体。拍情绪戏时，如何更快进入状态呢？就听不见、看不见，完全他们不在，我只在我自己的世界里。我觉得我适合做演员，就是我是个体验派的，就是如果是感动的戏，
我可能不是那种就是滴个眼药水或者能行的那种，我就不行。就比如说台词忘了，别人给我提个台词，我得喊停。我必须是我真的说出来的，是这个角色，是我说的，是我必须要说这句话，而不是别的话。饰演傅唐的过程中有没有崩溃的时候？对，那个跟我在一起演对手戏的那个演员，那个老叶，不是小叶，他说，你怎么跟我们说话就像神经病一样的？因为我突然想起这段戏应该这样，应该那样的，我就开始跟他说，他说你怎么像神经病一样的？我突然站在这个傅唐的角度在想这段戏应该是怎样怎样的，我就忘记他们的感受了。生活中遇到情绪问题如何处理？会发出来，当然说的时候也不能说那些太伤害人的话，就是什么就说什么，不要说这事儿以外的事儿啊，没有必要。但是我有一个缺点，就是记性不好，就吵架吵到最后我没声，都是因为他说啊，你看你之前就是怎么样，我就没声，因为我不记得了。但是这吵不过人家，忘了啊，完全想不起来了。傅唐很爱穿红裙子，有哪些特殊的意义吗？对，因为红色分很多种红，而傅唐的红是什么红？是一种很刺激的红，但是它这种红当中还带着你所说的冲击，内心的冲击和对周围的冲击，对两代人的冲击。实话说，我特别不适合特别花的。然后导演选那条裙子，花裙子，就拉小提琴穿的那条花裙子的时候，我说导演这是窗帘吗？我说你要把窗帘穿在我身上吗？导演说挺好看哦，很好看哦，很好看啊。他是马来人吗？他说话很有趣的。就后来发现，其实他用这个红色是有冲击力的。这个冲击力不光是在剧情上展，包括这个人物性格上。您一出场，大家都说氛围感拉满了，您对此怎么看的？我是没想到的。我本来开个玩笑，我说这小提琴一拉，氛围感有了，结果我是没想到一下子真的氛围感有了，超乎想象的好，就是没有想到能这么好。制片人晚上给我发了个微信，说这还没出正脸呢，就这么猛。我说不经常出来吓人，偶尔出来吓一吓，所以大家感觉很刺激。这不是我的功劳，这是导演的功劳，谦虚一点。傅唐一出现时，大家就想到了当年的徐莹莹。对于被称童年阴影这事儿怎么看呢？哎呀，我还是希望留个好印象的。接下来我尽量少给你们点阴影，但是也保不齐出来吓一吓。